哎，日哥，今天中午吃什麼啊？佛跳牆啦！哇，傍上富婆就是威風啊！我立刻幫你叫外賣。外賣和打工仔的飯一起送過來都串味了，那佛跳牆能吃嗎？叫廚師現場過來給我做。這好像有點難吧？難什麼難？還不趕緊安排？哎，好的，小弟立刻出去辦。四哥，生日快樂！我給你送來了戰神 T8 Plus 電腦，喜歡嗎？打遊戲行不行啊？當然行了，有 RTX 5060顯卡，基本上什麼遊戲都能玩。不錯，下次記得插滿內存再給我。四哥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說很久了。說吧。就是我爸公司破產了，這台電腦已經花光了我最後一點積蓄。分手吧。可是你不是說會一直愛我的嗎？我花銷那麼大，跟你在一起只會連累你。正因為我愛你，所以我才要離開你。啊，對啊，把最好的食材的爐子都帶過來啊！不用了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。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放的黑絲科技，我是師姐小熊。最近神州推出了一台不同尋常的遊戲本——戰神 T8 Plus， 它的 A、D 面都是金屬面板，並且採用薄機身、窄屏幕邊框的設計，讓機器的檔次感上了一個台階。師姐感到有點陌生，就像平時不修邊幅的兄弟突然焦了頭髮、刮了鬍子，這還是我認識的濃眉大眼神州嗎？今天我們要來體驗的是神州最近推出的戰神 T8 Plus， 看看這台從內到外都煥然一新的筆記本表現怎麼樣。外觀方面，戰神 T8 Plus 使用了比較薄的機身設計，不含腳墊，厚度不到23毫米。出風口有大一刀，造型簡潔硬朗，上手就知道這台電腦的設計還是挺下功夫了。筆記本的 A、D 面都是金屬材質，摸上去手感冰涼，實際上質感不錯。C 面雖然是塑料，但表面塗層比較舒適，摸上去沒有什麼塑料感。筆記本 A 面的戰神 logo 支持 RGB 背光 ，C 面的鍵盤也一樣支持彩色背光，想要低調點也可以關掉。筆記本的重量有2.36千克，拿起來還是有點分量感的，有一種薄重的感覺。一般來說，這類筆記本電腦的散熱模組並沒有因為薄機身設計而妥協，所以機身重量並沒有大幅減輕。雖然薄，但性能方面倒是可以放心。屏幕這邊，戰神 T8 Plus 使用了一塊16英寸2560×1600 180赫茲高刷屏，這次屏幕邊框寬度控制得不錯，畢竟屁股是縮了一點進去的。屏幕的平均亮度有540尼特，亮度很高，色域覆蓋94.1% sRGB， 觀感還不錯，就是射準一般。屏幕沒有經過出廠校色。接口方面，筆記本左右兩邊都有一個 USB-A 口、USB Type-C、USB-A 和獨立的電源口，接口種類比較齊全，位置也很合理。鍵盤這邊，戰神 T8 Plus 擁有全高方向鍵和數字小鍵盤，右上角還有幾個性能模式切換按鍵，可以一鍵靜音，也可以一鍵起飛。對經常忘記電腦性能模式切換快捷鍵是什麼組合的朋友來說，是非常好的設計。鍵盤手感打字輕柔，回彈也是輕快的類型，可以給個好評。觸摸板面積很大，觸感順滑，按壓回彈就中規中矩。就外觀來說，這塊是戰神 T8 Plus 的加分項，設計和用料撐得起電腦的氣質，機身沒有什麼廉價感，還不錯。那麼滿分10分，你會給神州戰神 T8 Plus 的外觀打多少分呢？性能方面，戰神 T8 Plus 配備的處理器有 i7-14700HX 和 i9-14900HX 兩個版本，價格分別是8499和8999元，國補後降到6799.2和7199.2元。預計這幾天上線，國補後的價格還是很香的。其中 i9-14900HX 還有白色機身加青色 A 面的配色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性能需求和預算選擇合適的版本。師姐手上這台是 i9-14900
14900HX 版，畢竟是 i9，核心數量管夠，生產力屬性拉滿，處理器最高主頻也有 5.8G， 應付特別吃單線程的軟件和遊戲也有不錯的表現。而顯卡就是經典的 RTX 5060，這塊顯卡也能應付絕大多數遊戲和應用。特別吃性能的 3A 遊戲也可以靠新一代的 DLSS 4技術獲得理想的幀數，同時遊戲的紋理細節、顯存開銷都有優化。RTX 5060的功耗從上代的140瓦降到115瓦。這25瓦有利於降低筆記本的風扇噪音，也減少了處理器和顯卡搶功耗導致性能下降的幾率。散熱方面，戰神 T8 Plus 使用了5熱管雙風扇散熱，比較豪華。我們直接看看烤機表現，單烤 CPU 戰神 T8 Plus 還是比較猛的，一開始就能衝到150瓦，並且堅持1分鐘左右，隨後穩定在100瓦，溫度85攝氏度。單烤顯卡有114瓦，溫度71攝氏度。雙烤30分鐘，最終處理器和顯卡的功耗分別是55瓦和114瓦，溫度72度和74度，稍微保守了一點。師姐推測，可能是為了控制風扇噪音，這台筆記本在烤機時的風扇噪音在50分貝左右，比較優秀。機身發熱方面，主要發熱位置在鍵盤中部，但讓我感到疑惑的是，左手腕托位置有一個熱源，在線下載大文件、硬盤持續讀寫的時候，會讓腕托感到溫熱。如果你習慣了到手就外接鍵盤打遊戲，那麼影響就不算大。回到遊戲這邊 ，i9 和 RTX 5060配合默契，遊戲幀數表現不錯。賽博朋克2077 2K 分辨率，光追低畫質跑出72.15幀，比師姐之前測的 RTX 5060筆記本高3幀左右。開啟4倍多幀生成後，平均幀數提高到179幀，達成3A 的畫面。電競的幀數，古墓麗影暗影 2K 最高畫質平均103幀，比 i7HX 高3到5幀。黑神話悟空 2K 高畫質關閉光追，新遊戲讓顯卡感到壓力。幸好新遊戲基本都支持 DLSS， 開啟後平均69幀也能暢玩。如果開啟多幀生成，能進一步把遊戲幀數提高到185幀。優化比較好的極限地平線4，開啟 2K 最高畫質，戰神 T8 Plus 在這個遊戲裡面表現不錯，平均173幀，達成電競幀數。簡單的網遊英雄聯盟最高畫質下全水800幀，對線350到450幀也不錯。就遊戲表現來說，戰神 T8 Plus 的遊戲幀數還是可以的，表現出乎意料的好。均衡模式下也比較安靜。用這台電腦玩遊戲這麼好，那可以幹到天荒地老嗎？機器可以不休息，但人要休息。建議人這邊採用3班倒模式。哦，好的，師姐，能幫我幹一下原神嗎？滾！在生產力應用裡面，許多應用已經適配 RTX 50系顯卡。基於顯卡加速大幅提高效率，比如達芬奇20的 Ultra NR 降噪功能，基於顯卡 Tensor RT 單元的 AI 降噪算法，降噪效果強，但保留多一點細節，讓 ISO 12800拍的滿屏噪點的視頻處理後也能看。RTX 50系顯卡還支持10比特422視頻硬件編解碼，剪輯、預覽和導出這類視頻都更順暢，這點在 PR 和其他視頻軟件裡都有體現。因為現在的旗艦拍照手機基本都支持拍攝10比特422 log 視頻，師姐覺得新的編解碼器來的正是時候。目前火熱的 AI 大模型和顯卡雙向奔赴，一個在軟件上優化性能，一個是提供硬件支持和推動生態發展。新模型和新顯卡生成 AI 圖片、AI 視頻的效率更高了。你負責天馬行空，電腦幫你實現，偶爾玩一下也是挺有趣的。搭載獨顯的筆記本電腦也能本地運行大語言模型，比如豆包支持下載模型到本地運行，有顯卡加速，問答效率也不錯。部分工業軟件也是要獨顯配合才能發揮應有的實力。其他硬件方面，筆記本配備了一根16GB DDR5 內存，支持加裝內存。鑑於最近內存翻倍漲價，師姐建議等一等。目前單根 DDR5 的性能夠用，不急的話，等內存降價了再升級。這台筆記本搭載 PC41Q 固態硬盤，1TB 容量，地面有導熱墊給硬盤散熱 ，QLC 顆粒，環內速度還行，短時間大容量寫入，用完緩存後速度會慢一些。無線網卡是 B1202，支持 WiFi 7標準，還不錯。筆記本的電池容量有80瓦時，極顯模式下 PC Mark 10現代辦公續航結果為5小時54分鐘。搭載 i9 14900HX 處理器的筆記本基本離不開電源。
神州戰神 T8 Plus 的優點和不足都很明顯。優點是外觀設計和質感優秀，薄機身、金屬皮膚的遊戲本人見人愛。另外，風扇噪音控制優秀，有獨立的性能切換鍵，能快速完成動靜轉換，實際遊戲性能不錯。筆記本的短板是屏幕並沒有出廠校色，碗托位置有溫熱感，這對外接鍵盤的遊戲黨來說還可以接受。師姐希望下一代能減輕一點重量，或者以當前的重量做出更極限的烤雞功耗。現在的 RTX 50系列顯卡遊戲本，無論是遊戲性能、功耗還是 AI 生產力，都有更加出色的表現，綜合體驗上了一層樓。如果你還在使用20、30系列顯卡的遊戲本，那麼師姐還是很推薦升級的。畢竟除了性能的提升，價格內卷和更好外圍配置也有不少誘惑力。如果你偏向於性能不錯、外觀有質感的遊戲本，神州也給到戰神 T8 Plus 的選項，是一台價格不貴但配置不平庸的機器。好了，本期神州戰神 T8 Plus 的體驗就到這裡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區留言討論。貝貝師姐在線，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